在这等着吧。哎，薛瑞弟，你将东岭上的那30亩好地卖掉，托俺呢找买主。俺这些时日也找了一些富户，悉得费左氏对这块地早有暗许。薛师叔，这儿也没外人，这些过场咱就免了吧。这谁都知道，东岭上薛瑞村长的30亩地，不是啥好地，岭高久旱的。俺也不像你说的那样，一早就相中了这块地。俺买它是因为它下头连着俺家的地，俺想着收了它，往后租给佃户啊，那也好出手。是。最重要的是，俺一直敬重村长的人品，这些年对费家也没少眷顾。俺呢是来帮忙救急的，不是跟别家来争抢的。俺自己呢也拟了个价，18个银元1亩，这价不低吧？不低，确实不低呀。你咋不早说呢？你还在这吃？你不是去省城了吗？我咋跟你说？卖了没有啊？卖出了没有啊？正起着劲呢。喂，干啥呢，爹？打的这铁公鸡，这是要拔毛了？东岭那30亩地，的确不是俺最好的地。俺村西的14亩地，那是乡亲们公认的好地。往西里有人出251亩，俺都没答应。现在，俺也愿意以181亩，先紧着您来挑选。您的好意俺心领了，俺不是那贪心的人。俺说了，俺是来救急的。这480个银元，俺觉着与您与俺正相当。再怎么说，您也是苏苏的二叔。村西那块地呢，确实是块好地。俺劝你一句，自个儿留着吧。咱不为子孙后代，就为您自个儿往后的生计。要是这平事的钱再不够，您再借借。谢谢费家大奶奶的良言。以后的事儿再议吧。好，咱们起气。起气。立卖契人宁学瑞，因急用钱款，今将自己村东祖遗领地一段，即30亩1分3厘，其地东至费左氏，西至封家村，南至宁学武，北至道路，上至晴天，下至黄泉，6至分明，出入依旧，利器卖于费左氏名下。慢着！这咋就起气了？老二，这地能卖吗？宁大叔，您这是啥意思嘛？俺这契都写好了，当事人也在呢，您这么拦着，怕是不合适吧？老二，你告诉他们，俺拦的对不对？你咋不说话？俺再问你，你卖地，你咋不先问问俺？你买地都是把价格压得那么低，人家学瑞卖地找别人没毛病啊，是吧？况且人家现在缺钱。俺宁家的事你跟着掺和啥？这事儿俺得先跟俺二弟商量商量。老二，这地是不是咱爷爷支的？爷爷死前，咱分家分地的时候，爷爷说了啥？你不说，俺替你说。爷爷说，想发家，这地进了宁家，就不能再姓了庞的姓。宁家的地一旦改了姓，
这家族几辈子养成的气脉、财气，就得败在谁的手上。在座的各位啊，还有外面的，也都听听好，在这天牛庙宁家地，不可能再姓了旁人的姓，都请回吧，都回吧。那既然这样，薛瑞叔，您跟您儿子就自求多福吧。与其在这儿卖地，不如去祠堂多给祖宗上2炷香。魏家大奶奶，小青，咱回。哥，不卖地，你让俺咋救俺儿？哎，薛氏，给俺哥俩起气，老二的地俺收了。也18亿亩，那咋可能？30亿亩。俺是替俺爷爷给宁家护着地呢。按说1个子儿都不该给你。念你有急事用钱，俺也忍了。10块1亩俺收了。这怎么起嘛？就按俺说的起。罗儿，你放个话吧。堂哥，起吧。好，10块1亩，那俺也能买40，不是4亩，4亩。那这样，俺也买4亩，卖给俺4亩呗。你也想买地啊？你配吗？你姓宁吗？你要姓宁，俺抬抬手卖给你1亩。二叔，俺跟叔叔买你的地。俺不姓宁，秀秀姓宁啊，秀秀他姓宁，他可以买啊。二叔，俺知道您一直是遵从祖训的人，俺也知道您一直拿吃亏当福气，您老是觉得这人的心都是善的，但有的人啊，他能为了地，他什么也不顾。俺刚才听着了，这地不是只能卖给姓宁的吗？那俺跟叔叔买，俺们付现钱，您拿了钱就去平事儿。爹，钱给俺，俺帮你买地。太好了，等你信儿啊！俺给你起气。哎，二叔，俺有钱，俺买您的地，还是18亿亩，俺买您30亩。立契人，俺嫂子说了，就写宁苏苏。干什么呀？他们2个是宁家嫁出去的闺女，不算数。那俺买总算数吧？哥，爹，俺宁可金算宁家的人吧？俺买总算数吧？你咋这样呢？俺2个妹妹是一心想帮二叔来筹这个钱就可避，你咋能说那种话呢？行，明儿咱上县城起红旗。哎，你们3个小兔崽子，要活着气死你爹啊！你撬费家嫂子地的时候，咋不记得俺是你闺女啊？啊，是你把俺嫁到费家的。你要是真撬了俺嫂子，俺在费家咋待啊？俺现在怀孕了，你是这孩子的姥爷，俺现在是费家媳妇儿。乡亲们，不都想买地吗？一会儿我宁可金买完之后，到我这儿来买，现场就卖给你们。真是养了孩子造孽呀！真他娘的现世报啊！
嫂子，你是没看见，俺爹那脸都气绿了，最后气呼呼的走了。俺就是担心你这一路上又跑又颠的，回头再给闪着。你现在啊是大贵之体，可不能有啥差错哈。俺没事儿，嫂子。俺不瞒你说，俺替你出了气，好像俺自己也出了气。回来路上俺放了好几个屁，俺也没之前那么难受了，俺这肚子都不硬了。哎呦，你可小心着点，回头再给我拍掉了。累不累啊？要不要上床躺会儿？俺想先喝口茶。好，嫂子还给你炖了鸡汤呢，晚上啊多喝几碗。你可是咱们费家的大功臣。嫂子，鸡汤俺就不喝了。俺最近总觉得这行动也不方便，喘气儿呢也费劲。俺可能是真胖了，睡觉前俺就不吃任何东西了。那怎么能行呢？那该吃还是得吃啊！你不吃，孩子也要吃的。要是不想喝鸡汤，俺今天从龟龟腰那儿弄了点红糖，晚上给你煮一点红糖水煮鸡蛋，然后你吃了再睡。谢谢嫂子。嫂子，你说俺爹能不能回家哭去啊？那地本来也不是他的，没多啥少啥，他有啥好哭的？俺的意思是，俺和俺跟俺姐都跟他对着干，他这回可没面子了。你爹那面子啊，一直都在他那地上面呢。要俺说啊，你们兄妹几个今天做的事儿，对，就算到天王老子那儿说也说得过去。嫂子，你现在对俺可真好。别说你现在怀着身子呢，今天又给费家立了这么大的功，对你好也是应该的呀。爹，哎，那块地是不是村西头那块？多少钱一亩？多少亩？爹，放心吧，二叔自己的钱加上卖地的钱够平事儿了。您的退回来了。不是什么意思啊？啊，退回来了？那地呢？地契呢？爹，也得给人家爷儿俩留点地过活。俺跟大脚都觉得咱家够吃够喝，也不缺地，俺就没要。你给俺做主了？哎呦喂，傻孩子，你这个脑袋瓜子是不是让牛给拱了呀？啊，俺给你钱儿是让你买地的呀，你给俺原封不动送回来了呀？你二叔家的地，说不好听的，卖给谁不是卖呀？啊，你是不是得气死俺啊？咋了？咋了？俺让他去买地，不但没买回地，把钱又给俺弄回来了呀！俺找他去。爹，你别去了，没地了，人该卖的都卖了，该留的人也不卖了。败家玩意儿！爹，二叔卖地本来不为了营生，所以这地卖的也是不情不愿的。乡亲们虽然说是为了帮忙，但不管买走了哪一块地，都像摘了二叔的心一样。俺俩都觉得摘心的事儿不能干。俩孩子说的对，你这地要是买了，不就跟中了铁头家的地一样，心里不踏实啊？二嫂，这是要摘谁的心呐？你的，你别打岔了，忙去吧哈。你俩回去吧，回去歇着摘俺的。苍天呐，大地呀，地没了呀，地又没了呀，俺的心给摘了呀！俺现在啊，可真有点后悔。咱爹啊，太想要那地了。俺爹俺了解，咱家有18亩，爹呢做梦都想能凑个20亩。俺也琢磨这事儿了，俺就到处找找啊，看看哪儿能开荒，开个2亩地，凑个20亩，给爹圆梦。反正俺有的是力气。你那胳膊还没好利索呢啊，等胳膊好了再说。没事儿，今晚早点睡啊，明天还得给铁头婶子种花生呢。早点睡。二嫂，喝点水歇会儿吧。啊，大脚、秀秀，别干了，喝点水歇会儿。俺不渴，俺种完这篓再喝。秀啊，来，你歇会儿的。去吧，歇会儿去，喝点水。去吧，我来，快去。你这13亩地可是怪好，大脚他爹说了，
叫他深耕了3遍呀，把使唤把那土都倒换了1遍，可不愁打不出好粮食来。是你这几亩花生，到时候能打出10几升油来呢，可是怪好。到时候秋收了，竹子一浇，俺估摸着还有盈余呢，这不缓口气儿过来了？哎，回头啊，您再帮着铁头把那银子一取，那银子多能干啊，所有人都夸，您就等着享福吧。嘿嘿，俺呐，俺可没敢想着能有你爹你娘这福分，嘿，俺的命没那么好。二嫂，大小他爹身体不舒顺，这2天怎么样了？好些了吗？哎，心里不舒顺，昨天买地回来空着手，心里憋屈。再喝点儿。不喝了。哎，他二叔来了。耶，真不可说，你看说说来了。他二叔，您帮俺家深耕了这块地，您受累了。等回头秋收了，俺打了麦包饺子，让铁头给您送去。哎呀，吃你们家饺子，那还不知道猴年马月呢，说不定俺早就饿死了。那就等俺家铁头回来了，让他买上红薯烧，陪您喝2两去。这个酒就免了啊，心意俺也领了。回头把那个豁口给修了啊，呲牙咧嘴的像个什么样子？修。俺爹呀，这心眼子善着呢。是善着呢，那都让那嘴耽误了。大乔，不好了！咋了，柱子哥？让俺找铁头捎信的人回来了，说铁头扎明汉的潘财主家被马子也掏了，抓了好几个长工，现在还没找着人呢。还有，咋了？说呀！还有说马子把密汉抓了做肉票，想赚点钱花，结果密汉不听话，中间就要跑，结果被马子给砍了。哎，三！哎，铁头娘，这是咋了？哎呦，弄点水！哎呦，来！哎呦，铁头娘！哎呀，这个地呀，白拢了！铁头娘，来！哎呀，来喝水！喝口水。哎，醒！柱子哥，赶紧找几个后生到处寻去，我把婶儿背回去追你们去。啊！铁头，二嫂，俺家铁头。过来，爹没在吧？二叔在这儿没蹦到，估计还在气儿上，躲了2天了。我回来取个枪，马上就走，别跟爹说我回来啊。走了。哥，爹，你在家呢？筐子，咋还能让爹干活呢？赶紧把那扫帚抢过去！还让你胳膊肘子往外摆！别爹！哎，你这干啥呀，爹？哎，鸡巴蛋！哎呀，爹，你这干啥呀，爹？和你妹一起，没打错了，掀你爹的脸，干什么呀，爹？这气儿咋还没消呢？你这事儿怨谁呀？二叔的事儿你不管不说，咋还釜底抽薪呢？你还有你了啊！你让俺少挣了30亩，好牛！别打错了！哎，爹，你别打了，我这有枪啊！俺可告诉你，枪不长眼。打！你还想打死你爹？来，朝这儿打！俺拿舌头打爹。别那么大气性，这敢说吗呀？这是，哎呀，兔崽子，累死我了！哎呀，文典，你好，
不知道你回去后家里的情况如何？你走后，咱们的组织产生了一些变化，我想及时的知会你。你所在的小组已经被分成了2个部分，一部分继续的深入附近的乡村，对农会的成立情况进行了了解和支持，还有一部分已经开始准备迎接南军的到来。各地都已经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农会运动，不知道你的家乡如何？期待你把附近的农民力量团结起来，认识到农会的性质和作用，为着改天换地的大时代发挥你的能力和力量。邻村都找了吗？都找了没有？行，回去歇着吧。好。哎，柱子哥，大脚，俺去了潘小鬼家了，他家的人呐，吓得魂儿都没了，也不开门，问啥不知道。夏庄和附近的几个乱葬岗子俺也去了，没听说马子砍人的事儿啊。其实现在没找到铁头，也是好事儿。哎，你累一天了，赶紧回去歇着吧。俺去远近的查密汉的集市，再寻寻去啊。那行，小心点啊。您昨天真见着俺们村的疯铁头了？俺找到好几天了。差不了，之前啊，就是我在密汉集上把他领回来的。哦，你进去看看就知道了。哎，来吧，看看这黑板子上，这白老师写了啊。来，让一下。写的啥意思啊？别急，你等俺慢慢的跟大家伙说，一会儿有啥问题可以上来问俺啊。还有问题啊？你说，俺农会能把俺带来啥呀？对啊，农会能给俺带来。刚才你在底下跟俺讲那个用电，咋个用电法呀？这个问题问得好啊！这个问题问得很好，就比如说俺吧，俺揽的是地东家费家费老寡妇的地，俺种这点地这么多年是提心吊胆，俺就怕哪天一个不小心，人家找个由头就不让俺种，可结果没成想，他都不跟俺商量一下，说抽就抽，让俺和俺娘吃不上饭，那咋办？俺们这个农会就是管这个事儿的啊。这也是俺们这农会的任务之一，那就是争取用电权。也就是说，俺们种了他东家的地，那就得永远的种下去，不能让他们想抽就抽，想给谁就给谁。啊！哎，这个好呀！俺要加入，我也要加入，俺要加入农会。好，还有谁？俺也要加入，俺也要加入。还有哪？会长好了，你好。你刚才说这个农会咋报名啊？有啥事儿去问白先生啊，去。哎，白先生，别动，大家别着急，一个来啊。挂下。真是让俺好找啊！咋找俺干啥？俺听说，潘小鬼家让马子给掏了，连密汉都被抓了，俺们跟你娘都快急死了。你赶紧说说，你遇到马子没有啊？还有，你咋进这农会了？那天潘小鬼家被马子围了，幸亏俺机灵，顺着大墙跳了就跑了。你四叔比俺命好呢，他就没在，说是给人操办红白喜事去了。俺心想着这不能空手回去，俺就又到了密汉大集，结果就碰见了白先生。哎呀，来兄弟，看一下，来兄弟看一下我们农会的。你这农会管不管那东家随便抽地的事？这位兄弟啊，你的问题啊提得好，我们农会啊，不但要管东家随便抽地的事，而且啊，还要管跟东家要减租减息，要用电的事。白先生说这个农会想要学习的话，就得先进入学习班。俺一听就过来了。啊，行了，你回去吧啊！你回去告诉俺娘，俺没事儿，别让她一天胡思乱想。哎，你别着急走啊，你还是赶紧回家一趟，让你娘见见你，踏实了啊！这哭晕好几回了，这不瞎胡闹吗？这谁说都信？你还是回去一趟啊！你嫂子帮你把地要回来了，俺爹把那个租地的文书也给退了。费家嫂子说了，让你们家再租1年。俺们买了那个花生种子，大半我们都给种下了。你赶紧回去把剩下都种了，让你娘也踏实踏实。我跟你说，根本不用你们这么费劲。即使你们不要，俺也会把俺芝麻沟那13亩地从老寡妇那儿要回来。你知道俺为啥加入这个农会不？这农会就是能让俺要回地，还能用电。那用电以后，
可老寡妇她想要不回去。行，你回去吧，回去等着啊。以后你就跟着俺干，俺肯定不会亏待你啊。铁炮，那行了，还有事儿的没完没了的，麻烦死了。回去吧。你当时是没看到铁头那样，跟大伙儿说农会的时候那架势，那好像当了多大官似的。俺看他那大头就想笑。铁头都讲了些啥呀？还跟杜先生讲的一样，说这农会啊，就是为咱锄地户子说话，让咱穷苦人不再挨欺负，要永佃，就这事儿。这些天啊，那些佃户家多走走，谁家缺种子，谁家缺农具，都顾着点儿。哎，您哪年没顾着他们啊？嫂子，哎呦，你这要干啥去啊？今天有风，地气冻了，该放风筝了。放什么风筝啊？你这还怀着身子呢，那放风筝又跑又跳，还扎巴着手，回头你再动了胎气。真想放风筝啊？那嫂子叫文典放给你看，好不？小青，哎，大奶奶，少爷呢？少爷没在，这2天他天不亮就出去了，到晚上才回来呢。晚上？嗯。农会的事儿，俺也听说了。哎，合着你这2天往外跑，就是去各村的农会了？是。你又不是农会的人，你要跟俺谈啥呀？娘，俺回来了。哎呀，这晚上就是不插门，说了多少遍。娘，俺说晚上插门，咋就不听了？你个死孩子，你还知道回来呀？你还知道家里有娘啊？行了，娘，俺这不回来了啊？娘，俺饿死了，你有吃的吗？啊，给俺做点好吃的，给俺做点好吃的，走，行了，别哭啊！哎呀，饿死俺了。这真的农会没来，自个儿家先闹起来了，说出去谁信呢？俺为啥要主动涌佃？俺的佃户对俺没意见啊。这些天俺还挨家挨户走呢，谁家缺农具了，谁家缺种子了，俺年年都管的呀。上哪找俺这么好的东家？对，嫂子，您做的呀挺好，但是道理它不是这个道理。俺现在做的事啊，就是让全天下的劳苦人都明白，不公平已经存在了千百年了，要反剥削、反压迫，要一起推翻压在身上的几座大山。谁是大山？俺不是，俺就是你嫂子。这就像你说的，那是老祖宗留下来的，都1800年了。要说不公平，也不是俺让他不公平的呀，为啥让俺做在先呢？俺现在要做这事儿啊，您是俺嫂子，您得支持俺呐。知道俺是你嫂子就行了，听嫂子的吧，有空多陪陪苏苏，别老上外边瞎跑。什么时候把爹当明白了，什么时候再来教你嫂子怎么持家吧。嫂子，再说了，这天牛庙村又不是只有俺有佃户，为啥你老盯着俺呢？这也是没道理的。俺咋就说不明白呢？还有啊，就是你大小哥和秀秀嫂子啊，真是好样的。他们一直盯着费左氏，帮咱把咱的地给要回来了，还偷偷的瞒着你冯二叔，给咱家买了果子种子，说是这1年要好好的帮衬咱，让咱翻个身。儿，这1年你可得把你的力气都使在咱的地里，别再出去扎密汗了啊！娘，俺跟你说，这地俺不但要种1年，还要永远的种下去。那老寡妇她要不走了，俺啥时候不想种了再说啊。呀，
你是不是夜里睡了坟圈子了？你这是招啥了吧？大娘，你不懂啊，你以后就跟着儿子过好日子啊。娇，你这一大早上去哪儿了？下地了，俺碰上铁头了，让他把剩下的地种上，他竟说不着急，说干什么大事儿。铁头怕是要疯啊！咱这么费劲的把那地退了，又给他要回来，他咋不急着种了？大娇，你别跟他胡折腾哈！俺不跟他折腾，这大春下的，俺要种地。大脚啊，哎，昨天地里这个麦草灰不够啊，今天多烧点儿，都撒上。哎，是，哎。你咋了？没咋。爹，俺一会儿还给您送晌午饭去。俺吃好了。啊，哎呦，吃好了。一会儿搁这儿，俺收拾啊。哎呦，这点活不用你。秀啊，你要是不得劲就躺着哈。哎。秀这2天咋神不在魂上呢？怕不是怀上了？你别瞎琢磨，不会。俺咋瞎琢磨？你又不懂。俺怀你的那会儿可不管事，就这会样的，小病闹得厉害。哎，你还记得不？俺怀着大脚吐了3个月呢。呀，哪记那么清楚？俺又不是这不是个老娘们儿。爹，俺今天不跟您去地里下那草木会了啊。这干嘛去？俺去找铁头，有事儿。哎，这个小子不会是帮铁头家干活吧？爷子，这个小子啊，爷子，俺跟你说，你以后就要干吃香的好辣的嘞。咋？你简直狗头金了？那倒没有，俺加入农会了，那农协的头头给俺放权了，让俺回村创办俺们村的农会，俺就是领头的，叫个农会主任。妹子，俺跟你说，俺这次出去可长见识了，这世道就要变了。哎，别讲了，来，你过来，起来，俺跟你好好说。来，坐上，坐。来，坐。俺跟你说，以后俺们村这事儿就不是当兵的知县、什么乡人管了，那就是农会管。那再往后，农会壮大了，那就是俺们穷苦锄地汉子的天下了。俺冯铁头当上领头之后，那更要走在头里。俺先把俺芝麻沟那13亩地有电，然后上秋，夏天俺就把你给娶了。林子，俺要像大脚那样，给你过个8抬大轿，再过上吹鼓手，俺要风风光光的把你娶到俺家里，让全村人都看见。那农会给你发钱吗？那农会他给你发种子，帮你种地？你咋净看那眼巴前的事儿？那俺当了头，这些还能少得了？你若还是连买种子的钱都没有，你就别做梦了。你咋不信俺呢？俺没做梦，你听俺给你好好讲讲这农会，他不是你铁头哥。俺娘的病更重了，一宿宿的喘，眼睛都肿成一条缝了。铁头哥，有啥法子没有？你莫急，你再等等，你等俺永店打下粮食，一切就都好。娘的病怕是都等不到春种完了，咋能等你永店收庄稼？这些天青黄不接，山前山后的野菜都挖光了，连树皮都煮了吃了。弟弟妹妹整天喊饿，爹忙着种地，又不能去跑扎密汉的活计。你莫哭啊！有时候俺真恨俺是个女子。那你可厉害了！你要是个男人，俺还这么稀罕你，你厉害不？你说？莫哭啊！
行了，莫哭啊，莫哭。俺也不知道能撑到哪天。你信俺的，就怪好了，就怪好了啊！你信俺的。俺回来。银子，你这事还得让费家嫂子亲自跑一趟。这事儿就该俺自己来，就不应该让他们小的来。这苏苏有孕是费家的喜事儿，也是宁家的喜事儿啊，俺也是高兴过头了。好事儿，从前还闹着不嫁，现在有了孩子，圆满了。对，圆满了，圆满了，圆满了。一会儿俺就打发人啊，去草坡买点开过烂的小米儿，还有下庄的秋枣，啊，送过去，让苏苏补补身子。这些家里都有。那嫁到费家的媳妇儿还能差一口吃的吗？更好的俺都准备上了。哎呀，宁大叔啊，俺来也是想顺便跟您打听点事儿。这最近不是闹什么农会呀、永店啥的吗？您是咱天牛庙村最大的财主，这掘地汉子们要真借着农会这事儿闹起来，肯定也是先闹您。您应该都想好了应对的法子了吧？别啊！别啊！俺这不算个啥，在咱们这个县啊，俺这不值一提。要真有农会，也不会拿俺这点地说事儿。还有哈，俺地虽然比你们多些，但俺的佃户不多。俺的地哈都是俺自个儿种，雇民汉子种。佃户少，事儿就少很多，是吧？倒不像您家，家里没个男人，啊，地虽然少，佃户多，事儿就多，啊。就是这个减租减息、用电啥的，还得司里在前。俺是佃户多。但是俺向来不盯着人背后，有什么事儿都是放在桌面上说，放在桌面上做。俺自觉着呢，对这些佃户也算是上心，他们也应该给俺这个面子，毕竟没跟谁结下过梁子，是不是比别人也能松松心？俺也没仇人。那俺就先回了。爹，费家嫂子来了。回头哈，俺让匡子把小米和秋枣送过去。不用，俺说了，嫁到费家的媳妇儿不差这一口。您留步。费家嫂子慢走。这是咋了？脸色看着不对啊。找俺探底儿来了，让俺给撅了。探啥底儿？农会的事儿。可不就是？爹，俺就是奔这个事儿来的。附近几个庄子已经都闹起来了。不过爹你不怕，有俺在，没人敢闹你。别跟着瞎起哄啊！让俺好好观望观望。实在不行，找你潘叔商议对策。潘叔都已经调省城去了，远水解不了近渴，爹。急啥？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。咱村不是还没农会吗？给，拿着。俺跟你们说啊，俺这是有好事先想着你们啊。俺们从小一起撒尿和泥长大的，俺要是发达了，也要带着你们一起发达。俺要干大事儿，那就亲兄弟一起上，明白吗？啊，铁刀，干啥呢？来了，来了好啊！你来了，别人找你更好。哎，
这是俺们农会的牌牌啊。等这个牌牌发去以后，俺们这个农会就算是正式的成立了啊。既然大脚主动来了，那以后就是俺的助手啊。万岁之权，你们俩就是队长。好，牛武前胜。哎，你们俩，也是队长，也是队长了。哎，那你说咋弄吧？俺们呀都听你的。咋弄？就先整治那个爱抽地的老寡妇，他可把俺坑惨了。整完他别再说。好，那咋整？你咋话那么多呢？你是头俺是头啊？啊，啥事是不是都给你汇报？那不是反了个了？俺知道该咋弄。看见没？啊，都在这里装着呢啊！那这里装的啥？都是东西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轻轻吹帘过山谷，带我看那风尘的乡土。岁月一朝一夕的沉浮，使我心安处。万物有时生长于荣枯，不落幕生命的起舞，那样的明媚。我和万物，汗水奔赴这苍茫，浸润时光的行囊。人生几多漫长，我用岁芒丈量。点一盏灯火回望。水奔赴这苍茫，浸润时光的行囊。人生几多漫长。